最近中国召开了1年1度的两会哦，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有没有回应国内的经济危机以及对台政策的变化。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两会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说到中国，大家可能都觉得他们是一党专政，但你知道吗？其实中国也有自己的国会。每年的这个时候呢，中国都会召开两会，在会议上面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修订法律条文等等。而今年的3月，两会也如期举行。而今天的影片我们除了会介绍什么是两会，也会从大部分的人最关注的经济和台湾两个方向，来看看今年中国的两会到底在干嘛。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这种招财蟾蜍原来都只有3只脚吗？为什么？有可能是招财蟾蜍它的前身呢是一只非常爱钱财的精，然后整天去偷咬别人钱，然后躲起来，搞到一堆人都穷到变成乞丐。那玉皇大帝看不下去，就派仙人去收服他，然后把那些偷走的钱拿回这个穷人。那在斗法的过程当中呢，仙人除掉了蟾蜍精1只脚，所以现在这些招财蟾蜍呢都只有3只腿。为什么要少1只脚？这个寓意呢，其实是这个爱钱的纠集呢，后来都跑不远，所以你们在外面咬完钱之后呢，就带回家来。当然，这是超可爱的招财纠集不满，让你的愿望咕咕入袋。这纠集除了一样有3只脚，还有满满的好彩头。上面看呢像是象征发财的8，这边看呢是象征财富的巨网灯，前面看呢是象征事事如意的如意纹。而且还有3种颜色可以选择，我自己是最喜欢这个雨过青色，放在桌上呢不止好看又吉祥哦，投资下去的声音也超有余韵满满的质感，根本可以用来许愿。喜欢的话，赶快点下面看看吧。中国的两会会固定在每年的3月的同个时间举行。一到这个时候，包含了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重要政治人物都会前往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开会，发表演讲，宣读政府工作报告。开会期间呢，首都北京的气氛氛围也会变得更加的紧张，政府会动员几十万名的警察、宪兵还有公民志工来维持秩序。普通民众走在路上啊，进出地铁站都可能会遭到临检。如果是去到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附近，更会遭到严格的全身检查，随身呢携带的每一张纸都会被翻阅。不过所谓的两会哦，其实是2个不同的全国级别的会议，一个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人大，另外一个呢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为政协。2个会议能够参与的人要做的事情都不太一样。参与人大的是全国人大代表，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是选民先选出乡县2级的乡县人大代表，再由乡县人大代表选出上一级的省全国人大代表。而这个人大会议的权责呢，其实蛮大的，他们不但能够立法，还可以任命、罢免国家主席啊、国务院总理等等。而至于政协委员呢，他们就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各个党派啊、各个团体先协商提出人选，再给共产党筛选，最后由政协常务委员会批准确定。比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共产党员比较少，有些人可能是来自于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等其他的党派。而这个政协的权力呢，也相对比较小，他们不能够决议事情，只能够参与协商，对政策提建议。那这个制度虽然看起来还蛮民主哦，但实际上呢，不管是哪一个会议，共产党的所有提案几乎都是全票通过。所以有人形容中国两会呢，只是橡皮图章而已，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换个角度来说，这也代表说，透过两会的状况，外界或许能够抓到一些中国政治动向的端倪，因为过去有蛮多重要的法律政策就是在两会上面公布的。跟我们台湾密切相关的中国反分裂国家法呢，就是在2005年的两会上面通过。当时这个法律声称台湾属于中国，要和平统一台湾。走了之后呢，许多在中国的台湾民运人士入狱的风险就变得更高。另外，大家熟悉的2020香港国安法也跟人大相关。不过要说明的是，它并不是在3月的人大会议上面公布的，而是破例在6月由人大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法律当中提到的4大罪名，也被认为呢，就是为了反制香港反送中运动。不只是颁布法律哦，就连习近平想要连任，也要经过两会民意上面的投票。在去年的人大会议上面，2952位出席的人大代表就全都投了赞成票，让习近平成为了史上第2个可以连任2次的中国国家主席。好的，那话说回来，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看今年两会的主要看点。大家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因为种种原因，近年中国经济重创哦，而且去年呢还爆发了严重的房地产危机，今年失业问题也不断的创新高，中央甚至还一度盖牌不公布失业率。
那关于这些问题呢，首先国务院的总理李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面提到，今年中国 GDP 的增长目标一样是定在 5%。另外，他还提到要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用在这个国家重大战略建设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上。像是今年呢，就会先发行人民币1兆元，用这笔国债来刺激经济。而针对房地产危机，中国政府表示他们会优化房地产政策，对不同状况的房地产企业在融资需求上面给予支持。在失业的部分呢，他们说会让所有的城镇新增1200万人以上的就业人口，让城镇调查的失业率降到 5.5% 左右。然后他们今年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要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主力。而这个目标呢，也获得人大代表，同时是小米创办人雷军的热烈响应。那虽然看起来政府提出了很多的措施，但有不少媒体跟专家们却批评这些目标都有点不切实际。美国彭博社等外媒认为中国的经济目标呢，就像是一本政治账，不一定会反映或是回应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因为通常呢，习近平会先指示大家要在多少年内完成某个经济计划，然后国务院就会再反推，计算出每年至少该达到多少目标。那这就很容易造成的问题是，他们抓出来的目标会跟现实有脱节，很多人不看好中国可以达到5% 成长率。另外，也有人批评这些政策只有给口号，却没有说明具体实现的步骤。像今年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许多人也不太看好。虽然发展高科技是一个趋势，但美国加大晶片封锁的力道，限制了许多先进的晶片以及制造晶片的机器出口到中国。但中国官方呢，并没有在两会上面解释他们要如何突破晶片封锁。有人批评，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在滥用新质生产力这个看起来很潮的口号。这本来是讲高科技产业，但在两会现场，就连房地产业啊、教育界的代表等等呢，也说他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次两会呢，是中国新的国务院总理李强上任之后的第一届两会，外界普遍想要透过这次机会，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执政风格。而另外呢，最近中国政府高层的人事变动频繁，外交部长秦刚跟前国防部长李尚福都在不久之前被免职，所以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一次两会上面会不会又有新的人事变动。那以其中来说呢，虽然没有人事上面的变动，但这次两会上面有个重要的决议，两会通过了国务院组织法修正案，条文上面呢新增坚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另外一个焦点是，按照惯例，两会期间都要举行总理记者会，由国务院总理主持回答媒体关于新政策的问题。但今年中国却直接取消了总理记者会，打破了30年来的传统。外界普遍认为这种种的迹象都显示，中国的政治氛围要更加的紧缩了。白话来说呢，紧缩的意思就是权力会更集中到习近平的手上。除了法条明确表明国务院要坚持以习近平领导之外，国务院总理李强呢也在会上直接表示，过去1年中国的成就完全归功于习近平的领航跟掌舵。总理呢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习近平的次数也比往年更多。外界解读，这代表国务院的权力被缩减，习近平个人的权力又会更进一步的扩张。而且从1993年以来，中国两会都有总理记者会，虽然媒体的提问会被预先筛选，但仍然是媒体跟政府高层难得互动的机会。但这次他们却直接取消。日经亚洲的编辑就认为这代表中共懒得呢再装作公开透明。而史丹佛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在 X 上面呢发文说，取消总理记者会让原本是闹剧的两会彻底变成了默剧。那也因为习近平的权力可能越来越大很多人也开始担心两岸关系会不会也跟着更紧张。在两岸关系的部分呢，一般通常会从中国的军事部署以及台湾政策2个方向来观察。今年初台湾的总统大选一样是由民进党获胜，后来又爆发了中国渔船在金门翻覆的争议，所以在两会前呢，外界就纷纷猜测中国的态度可能会更加的强硬，比如在反分裂国家法当中明白的加入反台独的相关内容。那虽然就结果来看中国并没有直接设立反台独相关的法律，但有人注意到李强提到要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时候，不像以前一样会特别的强调是要和平统一。这一度引起了大家猜测，中共是不是倾向要改用武力解决了呢？关于这点呢，虽然后来习近平有表态说他的方针依然是要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但是在国家经济紧绷的状况之下，中国今年的军事预算高达了16000亿人民币，比去年的军事费用还增加超过1000亿。
那关于这点我们的国安局局长表示，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情资显示台海的紧张情势有持续的升高，但他们会密切的监控台海情势，有异常的话呢，也会依照预定的方案应对。另外，也有人认为中共虽然不明讲，但他们想要扩张的野心还在持续的膨胀当中，两岸关系也可能会继续的紧张下去。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让很多议题有更不一样的讨论空间，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原本我们不太确定权力早就已经顶天的习近平还可以怎么样更加的集中权力。而在看了大量讨论之后，我们觉得最简单的概念，或许就是原本还有点机会发出声音的国务院、人大，可能都会越来越没有存在感。但我们认为，无论是经济或是两岸等等的问题，都不是靠着扩张他个人权力就能够解决的。反过来说，权力更集中，还可能容易导致更多的风险。以经济政策为例，在习近平一人独大的状况之下，政策都跟着他走，但他能够掌握到的资讯真的都是事实吗？有人敢跟他说，习大大，你的政策让民众更穷了吗？那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减速对于台湾的某些产业来说可能都是正向机会，甚至有些人也会乐观的觉得中国可能会因此放软态度，试着跟台湾寻求经济合作。那我们认为以习近平过去表现出来的态度来看，短期间内他对于台湾释出善意或放弃统一的可能性应该还是很低，甚至也不排除会透过更激进的方式来转移民怨的焦点。所以我们觉得现阶段呢，至少在国防的层面上面，台湾应该还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警觉。不过这也只是我们自己的观察而已，如果大家有不同的观点，也欢迎留言分享哦。那今天的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针对中国的经济困境，你觉得习近平会怎么处理呢？我觉得他会靠着自己的政治手腕带领国内的民众度过危机。B， 我觉得他会越搞越糟，然后对外引起争议，转移大家的焦点。所以我觉得他不敢有大动作，但问题呢也不会解决之后就下台。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两会在做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以及中国是怎么样变成强国的。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